小树蛙和狐狸猫趁着假日来到山上欣赏樱花，看着漂亮的樱花，他们决定在草地上进行野餐。只见狐狸猫铺上野餐垫，小树蛙放上满满美味的食物，有奶油时蔬炖饭、豆腐卷、腰果马铃薯泥沙拉、南瓜蘑菇汤、水果起司蛋糕、葱油饼、柳丁汁、水果拼盘等。狐狸猫看着眼前的食物，告诉小树蛙，它最近正在健身，要吃的营养均衡，才能维持身体健康。它记得食物中具有能量的养分，主要有糖类、蛋白质及脂肪。眼前的这些食物可以如何进行分类呢？狐狸猫依照过去所学，把食物分成了3类，但还是有一些食物不知道如何分类，于是它向小树蛙求救。小树蛙说：“那我们先来了解3种养分的性质吧。首先是糖类的性质，狐狸猫知道糖类由碳、氢、氧元素组成，可以再分为单糖、双糖和多糖。”但他不太了解3者的差异。小树蛙说，糖类的确可以依照组成分为3类，其中单糖是糖类中最简单的基本结构，常见单糖构造为6个碳所形成，无法再水解。常见的例子如葡萄糖、果糖、半乳糖。葡萄糖存在水果中，果糖经过加工后大量运用在各式果酱、饮料中，所以像我们今天带的柳丁汁里面就含有果糖的成分，而食物中几乎没有单独存在的半乳糖。再来是双糖，由2个单糖反应而成，常见的例子如麦芽糖由2个葡萄糖结合，蔗糖由葡萄糖和果糖结合，乳糖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结合，是动物乳品的主要成分。而多糖类是由许多单糖聚合而成的天然聚合物，常见的例子包含了淀粉、甘糖纤维素。当生物经过消化吸收，则会分解成小分子的葡萄糖。淀粉是饮食中重要的糖类来源，像是南瓜、马铃薯、地瓜、芋头等，都属于淀粉量高的食物。狐狸猫提出疑问，所以葱油饼也是多糖类咯？小树蛙点头称赞，没错哦，狐狸猫好聪明。接下来是蛋白质，狐狸猫知道蛋白质有平常吃到的各种豆、蛋、鱼、肉、乳等，同时也是构成我们身体组织的重要成分。可是它还不知道蛋白质的组成是什么。小树蛙回答，蛋白质是由多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聚合物，主要是由碳、氢、氧、氮和硫所组成。运动过后可以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哦。就像刚刚狐狸猫说的，蛋白质是构成身体组织的重要成分，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能量。最后一个是脂肪，脂肪的成分主要是碳、氢、氧3种元素所构成，由不同的脂肪酸加甘油所形成，故脂肪又称为脂肪酸甘油酯，也就是甘油3酯。脂肪还可以分为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。一般常见的动物油，例如猪油、牛油、奶油等，都属于饱和脂肪，结构上的碳彼此都以单键键结。小树蛙还问狐狸猫，是否有观察过动物油在不同状态下呈现的样子呢？狐狸猫想了一下，它今天早上要煎葱油饼时，从冰箱拿出猪油时呈现白色固体状，经过加热就慢慢融化呈现液态状。小树蛙接着说，而不饱和脂肪上的碳部分则以双键键结，一般的植物油如大豆油、花生油等都属于此类，
常温下通常为液态。饱和脂肪在冷藏或常温下多为固态，而不饱和脂肪在常温及冷藏时仍多为液态。不饱和脂肪可以借由化学方法转化成饱和脂肪，此时常温下会由不饱和脂肪的液态转换成为饱和脂肪的固态，这就是常见的人造奶油的做法。听完小树蛙的说明后，狐狸猫明白了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食物可以怎么分类吧。让我们和狐狸猫一起整理今天学习到的东西。食物中的糖类、蛋白质、脂肪等营养可进入到身体转换成能量。其中糖类由碳、氢、氧元素组成，可以再分为单糖、双糖和多糖。蛋白质主要由碳、氢、氧、氮、硫等组成，最小单位为氨基酸，可以构成细胞，调节身体机能，提供能量。而脂肪不是聚合物，所以没有所谓的最小单位，只有不同脂肪酸与甘油所形成的各种分子，也就是甘油三酯，又分成两类。饱和脂肪是脂肪酸上的碳彼此以单键键结，动物体内较多。不饱和脂肪是脂肪酸上的碳部分以双键键结，植物中含量较多。想一想，现在很常听到不同的饮食法，包含生酮饮食、低 GI 饮食等，试着找找资料，了解这些饮食法与平时我们摄取的食物种类与比例有哪些不同呢？